我們都喜歡清邁的慢生活，但這並不是畫面裡的這一種慢了。它是在深山裡，在河邊，在大自然中找到的一種放空。什麼是放空？答案就在這台摩托車的車牌號碼上面。剛才黑屏的3秒，你大腦裡面的舊任務被強行終止了，新的想法又還沒有來得及冒出來，那一刻你的腦子是一片空白的。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放空。那放空又有什麼好處呢？難道要找些東西來嚇唬自己，好讓自己放空嗎？我知道現在已經有很多新的問題把你的大腦給塞滿了，就像我這一趟行程剛開始的時候一樣。但是清邁總會有辦法讓你慢下來的，不要着急，再yinนะครับ。這是我第9次來清邁了，從12年前第一次來我就愛上了這裡，但是後面來的次數多了，就發現找不回當初的那種味道了。怎麼回事呢？是清邁變了，還是我變了呢？這一次和我一起來的是老撾的朋友，他的家鄉離這裡並不遠，並且歷史上他們老族和泰族還有傣族是屬於同一個文化圈的，生活方式、民風民俗都非常相近，是後面才有國界把他們分成了泰国、老撾、中國、緬甸。這不，泰國人最愛的必打卡的妹康宏村，他就向往到不得了了。從一開始規劃行程的時候，就把那裡給鎖定了。我呢，就非常喜歡泡溫泉，所以我也鎖定了一個溫泉小鎮。我們從城區出發，把附近一圈都跑遍了，可以說行程安排得滿滿當當的。但是最後我們兩個都有一點失望。從清邁機場的停機坪就可以看到素鐵山，在那裡可以一覽清邁城區的遠景。更主要的是，山上的素鐵寺是一部蘭納美學的聖經來的，怎麼可以不去朝聖一下呢？蘭納是泰語的音譯，蘭是百萬，納是肥沃的土地，合起來就是有着百萬肥沃土地的王國。老撾的前身王國叫做蘭倉，這個蘭也是百萬的意思，倉呢就是大象，那合起來又是什麼呢？後面這2個以擁有良田和大象的王國被旁邊緬甸的前身王國給打敗了，好在是還有部分的蘭納藝術得以保存了下來。如果說剛才那個皇家花園是現代蘭納建築工藝的巔峰之作，那這一座素鐵寺就絕對是它的古老靈韻所在了。但是要參觀這麼寶貴的文化遺產，當然要付出點代價了。你必須得要爬這300多級的樓梯，要不然就買門票坐電梯也可以，代價是50泰銖。金光閃閃的佛塔、絢麗的門楣、質感厚重的游木結構，都是蘭納文化的代表符號來的。這些屋檐上的雕花是有生命的，就像是火焰正在燃燒一樣。木雕裝飾的弧度都是為了模擬蛇在游動，因為龍形蛇身的納迦王是泰老傣文化圈絕對而永恆的霸主來的。這種懸掛着帶着長長尾巴的紙燈籠，說是要向神明奉獻光明，以照亮自己的道路。但是這大中午的光明也有一點太過於充足了，我這個凡夫俗子真是覺得要被曬暈了，還不准穿鞋進來，你的腳底都在發燙，還是趕緊去那個涼亭待一下吧。那裡也是一座美學博物館來的，用藝術的手法展示了神話故事。這個故事明不明白沒有關係了，主要是這裡太上鏡太出片了，360度無死角都擠滿了遊客。泰老傣文化圈所在的地方都是被森林包圍着，海拔也不低，所以天空都有一種特別的高原藍。我印象中的雲南也是這樣的。
這是一家緬甸老板在泰國開的中國餐廳，有意思吧？歷史用幾百年畫出了國界線，但是生活總是有辦法把它給模糊掉。太老歹文化圈的氣候不只是宜人，還挺宜花。來對季節的話，光是野花就夠你賞個夠的了。這按國家來分，說他是老撾人，我是中國人。如果按民族來分呢，他是阿卡族，我呢是漢族。但是我就從來沒有過民族的這個概念，不會像他們阿卡族這樣碰到一個同族人，還親熱地聊了起來，並且在他得知在步行街那邊也有好多阿卡族開的按摩店之後，就決定也要去光顧一下。OK 呢？今天呢？今天。阿卡族其實是生活在高山部落的少數民族，泰北的大山裡面還住着有克倫族，其中的一個分支就是遊客們很喜歡和他合影的長頸族，其他的還有苗族、拉祜族、傈僳族等等，但是加起來在泰國總人口當中的比例也是非常小的。這裡是距離清邁城區25公里的苗族村，這一場大雨就算是對我們的歡迎禮了。但是泰國的雨季就是這麼隨心所欲、為所欲為的，半個小時之後又開始恢復暴曬了。這裡的海拔1400多米，也就是去素鐵寺的那條山路一直往山上走。但是這一覽眾山小是只有無人機才可以做到的，在民宿的我們就更像是被困住了，只能看到雜亂的鐵皮屋。剛才大暴雨的時候，餐廳都關門了，我們最後只能買一些零食充飢。這逃離鬧市住進大山的夢算是徹底破碎了，並且睡覺發的那種夢也一大早的被這雞叫聲暴力終止。睡不好也就算了，早上還停電，咖啡就只能給你真正手磨了。看來這真實的山地民族生活也並非我們想象中的那麼浪漫啊。來清邁的這2天算是打卡式的把什麼城牆啊、椰子市場啊都跑遍了，但是總是感覺找不到當初的那個味道。不知道老撾朋友向往的那個妹康棚會不會好一點呢？沒有，並沒有。你看這裡的人，這裡的車，遊客要左右兩邊拍照，車子要前後雙向行駛，交叉了交叉再交叉，難怪交警都得出動了。加上這中午的高溫，真的是又熱又鬧。看着老撾朋友失望的眼神，我就勸他到山頂上的咖啡廳去看一看，說不定離遠一點來看會找到感覺呢。結果還是遠得不夠，那就出動無人機看一看吧。這回算是看清了，這就是夾在2座大山之間的一條小路，小路兩邊呢就建滿了灰舊的木屋，好像是有那麼一點遠離鬧市的感覺。但是村子小，遊客多，這裡本身就是一個鬧市啊。算了，反正我們要在這裡住3天，就等涼快一點再來看吧。加上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被雞叫聲吵到沒有睡好，我扁桃體都發炎了，吞口水都痛到想要扶牆的感覺。這一次來清邁的13天裡，住了7間酒店，這間離着妹康棚鬧市只是1公里。我是圖它有一個小院子，還有一條小溪在門前經過。其他的酒店、旅館、民宿、木屋、公寓都試着住了一下，最滿意的還是這一間。但是滿意這個東西很主觀的，老撾朋友最滿意的竟然是有雞叫的苗族村的那間。他說在那裡找到了家鄉的味道，真的是要命啊！我的眼睛做過近視手術，但是只是做了一半。
因為醫生說，如果2隻眼睛都做的話，我就會變成徹底的老花。所以現在我的左眼是近視，右眼是老花。看遠處的時候，近視眼是這樣的，老花眼呢是這樣的。但是看近的東西，近視眼就佔優勢了。連螞蟻有多少條腿，我都能夠看得清。這個手術應該是改變了我的大腦。一開始有一點卡頓，因為要比較一下才知道使用哪隻眼睛。現在都6、7年了，應該也就習慣了。但是對於光暗對比強烈的地方，像酒店所在的這一個山谷，我的大腦就好像還是需要時間來調整一下。畢竟近視和老花對於光線的感應是不一樣的。我之前幾次來清邁的時候，都還是要戴着眼鏡的。我覺得清邁變了，難道是因為我的眼睛變了嗎？我變得可能也不止眼睛吧。最初戴眼鏡只是為了可以看得遠一些，後面有了可以夾在上面的墨色的鏡片，可以把強光過濾掉，更加的舒服。那想要看得更加有清新感、文藝感，是不是也可以加點藍的、加點粉的、加點紫的？看待事情可能也是一樣的，我開始有了經濟上的考量，舒適性上的要求，那要比較、要權衡的因素也就越來越多了。旅行越來越像是一場交易，並且是不能賠本的那種。既然錢花了，每分每秒都必須得有節目來把它填滿，才能物有所值啊。但是高期望值能換回來的大多都是高失望值而已吧。這樣一來，我又怎麼能找回當初的那個清邁呢？那當然，變了的不僅僅是我，麥康鵬也的確是變了。他在華人圈爆紅，可能是因為泰囧曾經在這裡取景。在泰國本地人當中爆火呢，當初是因為大家看中這裡的慢生活，到這裡來住進村民的家裡，向他們學習摘茶煮茶。這裡曾經是泰國社區生態旅遊最成功的標杆，村民是自己成立了合作社，家家戶戶輪流來招待遊客住到家裡，賺的錢呢都是留給集體來分配。但是最後這根標杆還是倒下了，原因至少有2個，一個是因為遊客變了，他們不願意再花一整天的時間去後山摘茶發呆，他們來這裡拍一張照片買杯咖啡就得趕着去下一個景點了。第2個是村民也變了，賣烤茶賣奶茶比在山上種茶賺錢快多了，把房子出租出去比自己招待客人更加輕鬆啊。看來大家眼睛上的夾片也並沒有比我少多少啊。不過世事常變是永恆的啦，蘭納現在都是泰國了，蘭倉也是老撾了，高山民族都下山開按摩店啦，哪一天不是在變呢？可能是生病的原因吧，我的身體像是被强行斷了電一樣，現在重啟了一下，好像想通了很多，開始覺得自己有一點慢下來了。說不定去泡一下溫泉可以更慢更空呢。你這是走還是不走啊？我不需要你歡迎我，趕緊把陽台還給我就好了，快走快走。這裡是溫泉小鎮三干烹，它最大的特點就是很高級，但是又很破敗，因為麥康鵬把他的客人都搶光了。這是怎麼回事呢？麻煩您先幫我點個讚吧，我去換條褲子，馬上回來，謝謝啦。過去的10年，麥康鵬從無名小卒變成了網紅頂流，而這裡呢，就從巔峰掉到了谷底。過去的遊客偏愛具有體感的項目，例如這種泡泡溫泉什麼的，現在的遊客更加偏愛具有視覺感，並且容易通過社交媒體傳播出去的活動，例如在老房子前，在山頂捧着一杯咖啡，照片發出去之後，別人的評價是比我們自身的感受都更加重要的。
這些占地極大的老派豪奢園區，一張照片根本都裝不下它，太不出片了。再加上這裡的投資成本比妹康棚要大得多，是很難追上遊客對新鮮感的要求的。我們說不定某天因為某個熱點就扎堆去那裡了。小資本的話，連夜更改都可以，但是重資本呢，就沒那麼容易掉頭了。加上疫情的影響，這些設備設施本來維護費就很高，這樣一來，老大哥就徹底的被後浪推到了沙灘上了。太北香腸吃了，炭烤豬頸肉吃了，烤肉串配糯米飯吃了，酸肉吃了，燉豬肉咖喱吃了，吃了，路邊攤去了，河邊餐廳去了，高級餐廳去了，家庭餐廳去了，步行街去了，酒吧街去了，商場去了，市場大賣場去了，按摩店去了。太老歹文化圈是信奉佛教的，我並不是佛教徒，所以对于逛寺廟只是单纯的貪圖它的美色而已。當時只是記得如何去凹造型，從來沒有真正的單純的看一看它。但是這一次的我已經戒掉發朋友圈、發微博好多年了，所以就能閒下來找一找一些問題的答案了。這個佛塔裡面是什麼？哦，擺放着舍利子。舍利子是什麼？人體火化之後的結晶。那是誰的舍利子呢？是覺悟高僧的。覺悟又是什麼呢？覺悟就是一種不執着的心態，不執着於過去和未來，也不執着於對與錯的糾纏，它是一種空着的狀態。空着就是和視頻一開始的那3秒黑屏所謂的放空一樣嗎？是的，我們想要放的就是這個空。謝謝你的觀看，下期再見。